大清乾隆年间，南山脚下藏着一座偏僻村落，名叫青阳村。村子顺着山脚层层搭建，100来户人家全靠种地砍柴糊口，日子不算宽裕，平日里倒也安稳太平。村口立着一棵上百年的青杨树，树干粗壮，得3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抱住。春夏枝叶繁茂，层层叠叠遮住大半片空地。村里人干完农活，总爱蹲在树下乘凉闲谈。一到寒冬，树叶落得干干净净，光秃秃的枝桠歪歪扭扭伸向天际，寒风穿过枝杈，呜呜作响，听着像有人低声啜泣。搭配一旁后山的乱葬岗，处处透着阴冷压抑。村子最西边紧挨着乱葬岗，孤零零立着一间破旧土坯屋，屋主是个46岁的单身汉子，名叫陈老根。老根生得人高马大，常年风吹日晒，皮肤黝黑粗糙，手上布满厚茧，性子闷得像块闷石头，10句话也难挤出一句完整话。早年爹娘早早离世，家里只剩3亩薄田，一间漏风土房，家底单薄，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。一年年拖下来，同龄人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，他依旧孤身一人，成了全村人人都知晓的老光棍。老根的日子过得清苦寒酸，屋内只有一口豁了口的粗瓷水缸，几张破旧木凳，几只常年下蛋的老母鸡。每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院里飘出饭菜香气，门前挂起红灯笼，孩童追逐嬉笑，阖家团圆的热闹景象，衬得他愈发孤单。他常常独自坐在自家门槛上，点上一袋劣质旱烟，看着别家烟火，心口发酸，那股苦涩顺着喉咙钻到骨头里。他时常盯着院里几只母鸡低声自语，家禽尚且能孵出幼崽，自己这辈子怕是注定断了香火，到老连个端水送饭的伴都没有。村口青杨树下还有一个比陈老根更可怜更惹旁人指点的人，村里人都唤他风姑。没人知晓他真实姓名，也没人清楚他来自何方。12年前一个暴雨交加的夜晚，雷声震得大地发颤，大雨倾盆而下，仿佛要把整片山林冲垮。第2日清晨，村民出门劳作，就在青杨树树根下发现了他。彼时他浑身沾满暗红血迹，头发散乱披在肩头，衣衫破烂不堪，嘴里只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，见人只会呆滞傻笑，嘴角不停淌着口水，问话完全听不懂。村里人心软的偶尔丢给他半块粗粮饼，他便留在了村子，一待就是整整12年。平日里他栖身在青杨树空心树干里，树洞勉强能遮风，可寒冬腊月根本挡不住刺骨寒风，实在冻得撑不住，他就钻进野外废弃草垛，偶尔还要和流浪野狗争抢落脚地。他常年不梳洗，头发结块缠满干草泥土，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污垢，看不清原本样貌，身上常年飘着一股难闻的酸腐气味。村里孩童不懂怜悯，总爱捡石子朝他身上丢，一边扔一边随口编着难听顺口溜。还有心肠歹毒的村民，往他讨饭的破瓷碗里洒脏水，哄骗他吃温热肉汤。风姑从来不会动怒，只是痴痴发笑，捡起地上碎石紧紧揣进怀里，或是捧着掺了脏东西的汤水就要往嘴里送。若是有人不小心打翻他的碗，他便趴在泥土地上低声哭泣，模样可怜至极。全村上下唯有陈老根愿意真心待他，哪怕自己3餐都难以吃饱，每次路过村口，兜里若是剩下半块馍1块烤红薯，都会停下脚步，默默递到风姑面前，轻声叮嘱他趁热吃。风姑从不会开口道谢，抓过吃时就狼吞虎咽，像是许久未曾饱腹。吃完抬眼看向老根，露出一排整齐牙齿，呆呆笑上许久。这一年冬天来得格外早，寒风刺骨，连绵大雪接连下了4天4夜，整片山林彻底被冰雪封死。青杨村到处白雪皑皑，放眼望去一片惨白，寂静的毫无生机。深夜，陈老根蜷缩在冰冷土炕之上，窗外风雪呼啸拍打土墙，怎么都无法入睡。他翻了个身，望着窗外雪光，重重叹了口气。这般厚重积雪，青杨树树洞定然被大雪掩埋，
风姑怕是熬不过这一夜。往日里他只会远远看着，可这几日他眼皮不停跳动，心底始终慌慌的，总预感会出事。说到底也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若是冻僵在村口，整座村子都要沾上晦气。一番思索，陈老根心底生出恻隐之心，他裹紧达满补丁，连续四处外露的旧棉袄，提起一盏光线微弱的煤油灯，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没过脚踝的积雪里，一步步走向村口青杨树。到了树下，眼前景象让他心头一紧，树根下堆满厚厚积雪，风姑大半截身子埋在雪堆之中，浑身不停哆嗦，嘴唇冻得发紫，单薄破烂的衣裳吸满雪水，硬邦邦贴在身上，如同冰冷铁甲。眉毛睫毛挂满白霜，整个人意识模糊，处于半昏迷状态。老根连声呼喊，伸手轻轻推了推他，指尖触碰到他身体，四股冰凉，如同摸到一块冻硬的死肉。风姑费力抬起脑袋，浑浊双眼涣散无神，根本听不清旁人话语，连开口的力气都不复存在。陈老根心里一阵发酸，全然不在意他身上污垢与异味，弯腰一把将他搀扶起身，稳稳背在宽厚后背，缓步朝自家土屋走去。他低声宽慰，自家屋子虽破旧，好歹有烧热的土炕，还有温热米粥，总好过在雪地里冻僵。或许是听见热粥二字，风姑不再挣扎，喉咙发出微弱声响，安安稳稳趴在老根背上。返程路上，恰好遇上几个半夜起身查看牲口的村民，几人远远望见，纷纷停下脚步，低声嘲讽。有人打趣老根是想媳妇想昏了头，居然把村口疯女人带回家里，还有人直言疯子配光棍是天生一对，更有人出言提醒，疯女人发起疯来会动手咬人，半夜说不定会被他活活掐死。各种讥讽嘲笑顺着风雪飘进老根耳朵，刺耳扎心，可他丝毫没有理会，咬紧牙关稳步前行。背上虽有重量，可他心底难得踏实，家中多一个活人，哪怕是神志不清的疯女子，也能添几分人气，不用再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四面土墙。回到破旧土屋，陈老根把风姑安置在木凳上，转身快步走进灶房生火。他烧了2大锅滚烫热水，倒进平日里自己都舍不得使用的大号木桶，隔着布帘告知风姑热水已经备好，洗干净身子能抵御寒气。随后翻遍木箱，找出母亲生前留下的一套粗布棉衣，这件衣裳是老母亲最好的衣物，虽存放多年，却清洗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处补丁，递到风姑手中让她换上。风姑看似痴傻，心底却对温暖有着本能渴求，看见木桶蒸腾的热气，双眼瞬间亮起，不等老根催促，径直掀开布帘走到木桶旁清洗。陈老根坐在灶台前偏柴熬粥，听着布帘后方哗啦啦的水声，心底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感受。这么多年，这间屋子只有他一人的动静，如今多出第2个人的声响，这大抵就是寻常人家过日子的滋味。他暗自盘算，哪怕女子神志不清，只要细心照料，长久相处下来，总归能有个伴，运气好些，或许还能留下一儿半女，延续自家香火。约莫半个时辰，布帘传来衣物摩擦的细碎声响，陈老根端着一碗稠粥出神，听见动静，下意识抬头，手中烧火木棍哐当掉落在地，扬起满地尘土。洗去满身污垢的风姑站在昏黄煤油灯光下，发丝湿漉漉凌乱散落，可一张脸庞惊艳的让陈老根反复揉搓双眼，以为是风雪冻化了视线。他皮肤常年风吹日晒，略显粗糙，底子却格外出众，五官精致柔和，眉眼藏着从前大家闺秀的风韵，看着不过30出头，鼻梁挺拔，唇线柔和好看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在村口疯疯癫癫12年，人人避之不及的女子，原本生得这般清秀动人。陈老根脸颊长得通红，手足无措站在原地，活了大半辈子，他从未见过这般标致的女子，就连村长家中打扮艳丽的儿媳，也比不上她半分气质。这哪里是人人唾弃的疯婆子，
分明是落难遭难的富家夫人。风姑身着宽大旧棉衣，尺寸并不合身，却依旧遮掩不住匀称身段。她缓步走到灶台边，直勾勾盯着锅里米粥，不停吞咽口水，打破陈老根心中纷乱思绪。老根回过神，暗自笑话自己胡思乱想，容貌再好，终究是神志不清的疯女人。他连忙盛满满一碗稠粥，配上自家腌制咸菜递过去，让他趁热食用，锅里还有剩余粥饭。风姑端起瓷碗，不怕滚烫，几口便将米粥喝得一干二净，放下碗后满足打了个饱嗝，嘴角还沾着米粒，对着陈老根痴痴发笑。看着他憨傻模样，老根心中那点旖旎心思尽数消散，只剩下满心怜悯。他红着脸轻声开口，告知风姑往后这里就是他的家，自己名叫陈老根，往后便是他的男人。风姑歪着脑袋，事事反复琢磨男人二字，半晌嘿嘿笑出声，伸手指向空灶台，含糊念叨男人有热饭吃。当晚，陈老根翻出珍藏多年的一对红蜡烛，这是他早年攒钱，打算日后娶亲时使用的物件，如今摆放在破旧木桌之上。昏暗烛光铺满狭小土屋，屋外风雪呼啸不停，屋内柴火燃烧，暖意融融，没有拜堂仪式，没有邻里宾客，只有两个身处寒冬相互取暖的可怜人，算作草草成婚。夜色越来越深，屋外大雪越下越密，整座青阳峰静得听不到半点犬吠。土炕烧得温热，陈老根把内侧暖和位置留给风姑，自己睡在炕外侧，细心为他掖好被角，轻声规划往后生活。等第二日天晴，就去镇上扯鸡屎花布，给他缝制一身新衣裳，再割2斤鲜肉，回家包炖饺子。说完便吹灭桌上红烛，屋内瞬间陷入漆黑，只有窗户缝隙透进微弱雪白微光，勉强看清屋内轮廓。陈老根躺进暖和被褥，身旁女子呼吸平稳，他心中满是安稳，正要闭眼入睡，身侧忽然传来布料摩擦的细碎动静。他以为风姑想要下床如厕，心生询问，屋内却没有半点回应。下一瞬，一只冰凉刺骨的手掌毫无预兆搭在他脖颈之上，那双手冷得如同从冰窖取出的铁块，没有半分活人的温度。陈老根浑身剧烈一战，睡意瞬间消散，浑身汗毛根根竖起。他试探着呼喊，询问女子是不是觉得寒冷，伸手想要握住对方手掌。黑暗之中，往日只会傻笑痴语的疯女子，动作僵硬如同提线木偶，缓缓直挺挺坐起身。她一点点俯身，整张脸贴近陈老根耳畔，冰冷气息喷洒在脖颈皮肤上，发痒之余，一股深入骨髓的恐惧紧紧攥住陈老根心脏。他想要挣扎起身，身体却如同被重物压住，手脚发软，完全动弹不得。沉寂片刻，风姑不再发出咿咿呀呀的叱咤声响，一口字正腔圆、阴冷刺骨的女声缓缓响起，话语里裹着12年积压的怨毒与沧桑，悠悠飘进陈老根耳朵。你可知这土屋地下3尺，埋着5条人命？这句话如同惊雷，在陈老根脑海轰然炸开，心脏险些骤停。若是寻常村民随口玩笑，并不会让人惊惧，可出自疯癫12年的女子口中，又是风雪深夜贴耳诉说，恐怖感直击心底。这间土屋是陈家祖传老屋，几代人在此居住，地下怎会埋藏尸骨？难不成这屋子是一座凶宅？不等陈老根理清思绪，女子凄厉话音再次响起：别闭眼歇息，床底下他们正张着嘴等你。陈老根彻底崩溃，发出一声凄厉惨叫，身上束缚感骤然消散，他顾不上穿鞋，连滚带爬冲下土炕，撞开木门，一头扎进漫天风雪。他疯了一般在积雪里狂奔，身后破旧土屋如同一张吞噬活人的巨口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吞入腹中。他不敢回头，脑海反复回荡那句埋人之言，心中认定自己捡回来的不是妻子，而是索命厉鬼，或是山中修炼的妖物。一路不停奔跑，足足逃出2里多地，体力耗尽才瘫坐在村外废弃山神庙之中。
破旧庙宇四面漏风，寒风穿堂而过，冻得他牙齿不停打颤，可心底的恐惧远比刺骨严寒更加难熬。这间土屋万万不能再回去，哪怕外出乞讨度日，也绝不踏入那座藏尸凶宅半步。他蜷缩在深巷后方干草堆里，盼着天边早日破晓，心中盘算天亮立刻收拾行李搬家。不知熬过多久，庙外传来积雪踩踏的咯吱声响，脚步沉重缓慢，在死寂深夜格外刺耳。陈老根屏住呼吸，透过干草缝隙向外张望，只见一名身着黑袍、头戴竹编斗笠的男子走入庙中，一手提着昏暗灯笼，另一只手拖拽沉重麻布口袋，麻袋划过积雪，留下一道长长的拖痕，轮廓看着如同捆缚着一个活人。黑袍人将麻袋扔在神像脚下，解开袋口绳索，一名五花大绑的中年男人从袋内滚落。灯笼微光之下，陈老根一眼认出，此人是村里游手好闲的无赖周三。周三嘴里塞满破布，只能发出呜呜的挣扎声响，眼中满是绝望惊恐。黑袍人摘下头顶斗笠，露出一张布满阴鸷的面孔。陈老根看清样貌，险些失声惊呼，此人正是村里大户刘员外府上管家周福。平日周福跟随刘员外吃斋念佛，待人总是慈眉善目，一副大善人模样，此刻眼底却满是浓烈杀气。他低头看向地上不断挣扎的周三，阴冷冷笑出声，直言周三是自寻此路，当年旧事竟敢拿出来勒索刘老爷，纯属活腻歪了。周三拼命摇头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不停磕头求饶。可周福丝毫没有心软，从怀中抽出一柄短刀，刀刃在灯笼光线下寒光闪烁，口中冷冷说道：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，就像12年前那户南下经商的林家，埋进泥土才能彻底安分。林家富商4个字传入陈老根耳中，他心头猛然一震。12年前确实有一户林姓富商途经青阳村，闲来投奔远房亲戚，临时借住在自家闲置土屋。那时陈老根父母刚刚离世，他独自住在后山瓜棚。第二日林家一行人便凭空消失，全村人都以为他们收拾行囊离开村落，谁能想到背后藏着这般惨案。周福举刀正要了结周三性命，庙外突然传来一声野猫凄厉嘶鸣。周福心神一慌，手中短刀险些脱手，警惕转头喝问门外何人。抓住这转瞬即逝的空气，陈老根清楚自己听见灭门密事，若是被周福发现，今夜必定难逃一死。他鼓起毕生勇气，抓起脚边一块坚硬石块，大吼一声从神像后方冲出，狠狠砸在周福后脑勺。周福猝不及防，遭受重击，身形摇晃2下，直直栽倒在地，陷入昏迷。陈老根手中石块掉落在雪地，双腿止不住发抖。他看向昏迷的周福，又望向被捆绑的周三，心中纷乱无措。他颤抖伸手扯出周三嘴里堵塞的破布，周三立刻放声哭喊求救，道出刘员外本名刘霸天，表面修桥铺路接济村民，暗地里贪财害命，在村里一手遮天，无人敢与之作对。陈老根稳住心神，追问当年完整经过。周三喘着粗气，道出一桩惊天喜案。12年前，林家富商携家眷途经青阳村，临时借住陈老根的土坯房。刘霸天瞧见林家随身携带大量金银珠宝，顿时起了歹心，深夜带着周三等一众地痞闯入屋内，将林家5口全部杀害，想夺全部钱财，5具尸骨就地掩埋在土屋床底之下。陈老根听完，如同遭受晴天霹雳，浑身脱力瘫坐在雪地。原来疯女子那句埋人之言句句属实，自家居住多年的老屋竟是藏着5条冤魂的凶宅。他战声追问村口疯姑的身份，周三哭着道出真相，疯姑正是林家独女林婉清。当年行凶时，她被众人打晕，丢在尸堆之中，所有人都以为她早已断气，谁知她侥幸存活，却受了巨大刺激，对外装作疯疯癫癫，隐忍12年寻找翻案机会。刘霸天担心当年罪行败露，常年派人盯着林婉清，只要他流露半点清醒模样，便上前打骂恐吓，
逼迫他一直装疯度日。知晓全部真相，陈老根心中五味杂陈。原来自己带回家的疯女子是背负全家血海深仇的苦命人。这12年，他栖身树洞，受尽全村欺辱，日日活在监牢之中。周三连忙催促陈老根一同逃走。刘霸天得知秘密泄露，定会派人追杀二人灭口。陈老根却瞬间冷静下来，脑海想起独自留在土屋的林婉清。周父深夜外出行凶，说明刘霸天今夜打算清除所有隐患。林婉清独自在家，定然身处险境。他心中打定主意，逃跑根本无路可走。刘霸天家财雄厚，人脉遍布周边乡镇，两人空手出逃，迟早会被抓回丧命。不如兵分两路，寻找活路，才能为林家伸冤。陈老根让周三骑上周福勤在庙外的马匹，连夜赶往县城。新任县太爷清正廉明，体恤百姓。周三作为当年行凶帮凶，主动出面自首作证，能保住自身性命，还能提供人证。周三毫不犹豫答应，当即骑马奔赴县城，立下誓言，若是搬不来官府救兵，自愿以命抵罪。安排好周三，陈老根没有径直赶回土屋，先快步跑到村东头脑猎户铁伯家中。铁伯为人正直豪爽，早就看不惯刘霸天仗势欺人，家中备有土冲，3个儿子身强力壮，遇事愿意出头。陈老根推门闯入，将12年前灭门惨案、刘霸天派人灭口之事全盘托出。铁伯向来信任老实本分的陈老根，听完怒火中烧，立刻叫醒家中3个儿子，扛起锄头、铁叉、土冲，跟着陈老根朝西边土屋赶去。此时陈老根家中，林婉清根本没有入睡，独自坐在漆黑屋内，手中紧紧攥着一根打磨锋利的铁簪，这是他12年来贴身藏好的防身器物。方才故意说出惊悚话语吓走陈老根，是不愿连累这个唯一善待自己的好心人。他早就料到刘霸天今夜会派人前来斩草除根，一把大火烧毁土屋，伪造失火假象，抹除当年行凶痕迹。不多时，院门被人悄悄推开，几道黑影提着油桶、钢刀缓步走入院内，为首打手低声交谈。疯男人已经逃走，屋内只剩疯婆子，今夜直接放火烧屋，一并了结后患。打手抬脚踹开房门，刚踏入屋内一步，脚下踩中满地豆油，脚下一滑，重重摔倒在地。不等他挣扎起身，一盆滚烫开水迎面泼来，滚烫温度灼伤皮肉，打手发出凄厉痛呼。12年来寄居此处，林婉清早已摸清屋内每一处角落，提前备好豆油、辣椒面、草木灰，借着黑暗地形周旋自保。他抓起备好的草木灰，朝着一众打手撒去，刺鼻粉末呛得众人睁不开双眼，乱作一团。趁众人慌乱，林婉清紧握铁簪，狠狠刺向一名打手大腿，可对方足足5人，她孤身女子体力单薄，很快被逼到墙角，冰冷钢刀步步逼近。林婉清眼中浮现决绝，心中默念爹娘，自己隐忍12年，终究没能护住自家冤屈。就在钢刀即将落下的危急时刻，院外传来一声震天怒吼，陈老根带着铁伯与一众村民冲进院内，高声呼喊刘府打手行凶杀人，惊醒大半村落百姓。村民平日里畏惧刘霸天权势，此刻人多势众，又有铁伯手持土冲震慑，纷纷围拢院墙，将几名打手团团围住，捆缚在地无法脱身。陈老根快步冲进屋内，扶住摇摇欲坠的林婉清，急切询问他有无受伤。林婉清望着满身风雪、气喘吁吁的陈老根，眼眶瞬间泛红，轻声质问他明明已经逃走，为何还要折返回来白白送命？陈老根露出憨厚笑容，抬手擦去脸上积雪，誓言自己早已认下她是妻子，不可能独自丢下她逃命，已经安排周三连夜前往县城报官，自己带着村民回来护她，就算阎王爷前来，也休想伤她分毫。听见这番话，林婉清望着眼前质朴汉子，心中积压12年的委屈苦楚尽数消散，在他身上寻到了安稳依靠，天边泛起鱼肚白，
急促马蹄声打破山村寂静，县太爷带着一众衙役，押着自首的周三赶到青阳村。官差高声呼喊，下令捉拿凶徒刘霸天。一众家丁不敢反抗，束手就擒。此时刘霸天还在自家宅院熟睡，美梦未醒，便被铁链锁住脖颈，押至土屋门前。陈老根指引衙役开挖床底泥土，1尺、2尺、3尺，黄土层层爆开，5具森森白骨铺露在众人眼前，全村百姓哗然一片。部分头骨残留生锈刀片，多处骨骼断裂变形，足以证明当年林家五口遭受残酷折磨。泥土中散落破碎锦缎衣物，正是当年林家携带的贵重衣料。林晚清不再伪装疯癫，洗净脸上尘土，心里面容满是悲戚，跪在衙役面前，一字一句哭诉12年前全家被害，自己隐忍装疯求生的全部经过。县太爷听完诉状，木台经堂木，是则刘霸天丧尽天良，无视王法，当即下令将刘霸天、周福一众行凶打手全部收押，秋后统一问斩。刘霸天全部家产充公，划分一半作为补偿，交到林晚清手中。刘霸天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，从未想过自己是座蝼蚁，肆意欺辱12年的疯女子，最终成为断送自己性命的关键人证。恶人伏法之后，林晚清没有独占补偿银两，拿出大半钱财修整村内道路桥梁，接济村里贫苦孤寡老人，还特意请来工匠为陈老根修建宽敞青砖瓦房，购置数十亩良田。尘埃落定，林晚清换上整洁素雅衣裙，容貌清丽动人，站在陈老根身旁，反倒让陈老根心生自卑，不停搓着粗糙双手，主动开口劝他拿着钱财远走，去医户门当户对的好人家，自己一介贫寒光棍，配不上曾经的富家小姐。那晚随口说的夫妻之言，只当从未提起。林晚清轻轻拉住他布满老茧的双手，眼神坚定温柔，告知陈老根，12年间全村人人嫌弃，肆意欺辱自己，唯有他心怀善意，愿意分食接济。大雪之夜，不顾旁人嘲讽，将冻僵的自己背回家照料，哪怕被自己一句狠话吓得连夜奔逃，依旧愿意折返回来舍命相救。这份纯粹善心远比金银财富、门第身份珍贵万千。他不愿再做林家大小姐，只想做他身边相伴一生的妻子。当初那句认做男人的话，绝不允许他反悔。陈老根怔愣望着他坚定目光，愣了许久，而后傻傻咧嘴发笑，滚烫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连声承诺绝不反悔，此生相守不离不弃。往后二人安稳度日，1年后诞下一对龙凤胎，家中良田丰收，衣食富足，日子过得红火美满。林晚清空闲时教陈老根读书识字，陈老根日日教导一双儿女心怀良善，待人宽厚。从前肆意扔石子捉弄风姑的村民，每每路过陈家崭新大院，看着阖家和睦的景象，满心羞愧，时常反思当年冷漠刻薄的所作所为。世间万事皆逃不开因果循环，举头3尺自有公道，心中常存善念，危难之时自有贵人相助。行事歹毒作恶，纵能风光一时，终究难逃法网制裁。切莫欺辱落魄之人，莫轻视看似痴傻弱小之辈。今日举手之劳，种下善因，来日便是护有自身的福报。今日损人利己，造下恶业，终有一日会自食恶果，落得凄惨下场。愿世间所有人常怀悲悯之心，待人多一分包容和善，日日行善积德，方能一生平安顺遂，福泽绵延后代子孙。